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并非迷信，一个女人常穿的衣服，往往决定她的命运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古语有云，先敬罗衣后敬人，先敬皮囊后敬魂。现在也常有人说，欣赏一个人，始于颜值，精于才华，合于性格，久于善良，忠于人品，无不是揭露了这个社会的现实。可见，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往往超越能力。若忽视了这一点，即使你才华横溢，也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掘。生而为人，我们时常无法察觉外界环境的微妙影响，然而这些环境却在不经意间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。那些潜藏于心底的动作和言语，实际上是我们喜好与习性的真实反应。以日常着装为例，这虽然是件小事，但其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内涵。你所选择的衣物，不仅展现了你的生活状态，更揭示了你内心的世界。这些细微之处最终会投射到你的生活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态度上，进而塑造你一生的命运。朋友丽丽经营着一家家具店，每日辛勤工作，努力赚钱。然而由于不太擅长穿搭，即使她身着价值数千元的名牌衣物，也总给人一种集市大妈的感觉。这也导致她的丈夫对她有所忽视，甚至有了外遇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，她决定参加一档服装改造节目。在节目中，专业的服装顾问为她进行了全新的形象设计，仅仅花费不到1000元的裙子、鞋子和发型，就让她焕然一新，成为了一位优雅得体的都市女郎。这次经历让她深受启发，于是她决定进行更深入的形象改造。随着她的形象气质逐渐提升，她的家具店生意也变得越来越红火。她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，最终她与那位不爱她的丈夫离了婚，并与一位真正爱她、珍惜她的男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两人还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你看，当一个女人会穿衣服，气质、能量与运势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改变。因此，对于追求美丽的女人而言，你的穿着往往能决定你的命运走向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。一，经常穿旧衣服的女人多半命苦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尽管女人天生对美有着敏锐的感知和追求，但仍有一部分女人在穿新衣服时感到不自在和焦虑。她们一旦换上新装，就会觉得自己被众人的目光紧紧锁定，无处遁形，内心充满了不安。更为甚者，还会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些新衣服，从而产生一种愧疚感。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感过高、配得感过低的心理状态。朋友的母亲就是如此，她以善良的心肠和勤劳的双手，默默地支撑着整个家庭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她总是精打细算，一丝一毫都不愿浪费。那些陈旧的衣物虽然已经陪伴她度过了许多个春秋，但她仍然视若珍宝，舍不得替换。朋友作为女儿，时常想为母亲买些新衣服，让她能够穿得更加舒适和体面。但每当女儿买回衣物时，母亲总是微笑着收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柜里，依旧穿着她那几件旧衣服。她总说这些衣服还能穿，不需要浪费钱去买新的。母亲每天起早贪黑，不辞辛劳地到山上去采摘一种廉价的药材倒钩藤。这种药材生长在陡峭的山坡上，采摘起来十分困难，但母亲为了家庭的生计，总是义无反顾地前往。她一手拿着镰刀，一手拽着藤条，艰难地攀爬着山路。有时她甚至连水都来不及喝上一口，就匆匆地赶回家中。每当朋友休假回家时，总是能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。
她扛着沉甸甸的柴火和药材，从屋背后的山路缓缓走下来，那摇摇晃晃的步伐和满头的汗水，都深深地刻在了朋友的心里。看到母亲如此劳累，朋友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感到心疼，又感到愧疚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命运并非完全由外界环境所决定，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内心选择的影响。那些经常选择穿旧衣服的女人，在潜意识里认为，家庭中的其他人应该优先享受好东西，而自己的需求则可以放在次要位置，甚至认为如果自己先享受了，那就是一种罪过，从而不断消耗自己的内心能量。因此，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压制自己的需求，最终让自己的生活显得可怜而无奈。2. 经常穿花衣服的女人，多半开朗。那些钟爱花衣服的女人，性格中流露出的是奔放与开朗，自信与大方。她不畏惧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敢于凸显个性，不受传统束缚。她们的内心不设防，对美的追求从不止步。艳丽的色彩是她们心中的欢歌，让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热情。母亲说，她年轻时，小镇上有个女人叫谢芳，总喜欢穿着鲜艳的花衣服人。她的性格开朗，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，阳光都愿意在她身边多停留一会儿。小芳的花衣服是她亲手制作的，每一朵花都是她精心挑选的布料，一针一线地缝制而成。那衣服上的花朵，有的娇艳欲滴，有的含苞待放，仿佛整个春天都被她穿在了身上。每当她走在小镇的街头巷尾，都会引来一片赞叹和羡慕的目光。谢芳善于与人交流，总是能轻松地打破陌生人之间的尴尬。她的笑声如同银铃般悦耳，能感染到周围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，都喜欢和她聊天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。有一天，小镇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，小芳穿着她最心爱的花衣服，兴高采烈地参加了。在人群中，她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，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她主动与周围的人交流，分享她的快乐和喜悦。她的笑容和热情感染了每一个人，让整个庆祝活动充满了欢乐和温馨。在庆祝活动的舞台上，小芳还为大家表演了一段舞蹈。她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，那花衣服在她的身上翻飞，仿佛变成了一只只美丽的蝴蝶。她的舞姿优美动人，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。活动结束后，谢芳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色表现而骄傲自满。她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她的努力和坚持，也离不开她身上那件美丽的花衣服带给她的自信和力量。像谢芳这样的女人觉得，每一件花衣服都是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。穿上花衣服，她们整理好内心，以更加自信与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。她们深知身材的保持是展现自我魅力的一部分，因此她们通过运动与合理的饮食来保持年轻且健康的体态。这些女人，她们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刻，将每一天都过得充满激情与欢乐。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美好与多彩。3. 经常穿暗色系衣服的女人，多半安静。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和选择都独具特色。有些人偏爱繁华喧嚣，追求生活的热烈与多彩，而另一些人则偏爱宁静致远，享受简朴而平淡的日子。观察一个人的衣柜，往往能揭示出他的性格和心境。那些衣柜中深色系衣物占据主导地位的女人，通常性格沉稳内敛，她对周围的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，做事稳重不冲动，甘于平淡，对生活充满感激而非抱怨。无论面对何种困境，她们都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，泰然处之。她不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更倾向于低调生活，减少自己的存在感。
她将真心交付给少数值得信赖的人，对友情和爱情都保持着极高的忠诚和信任。这样的女人往往拥有独立的品格，她们不依赖他人，也不愿成为他人的负担。她的美如同山间清泉，洁白无瑕，又透露出一种优雅的韵味。当你与她相遇，只需一眼，便能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，仿佛周围的喧嚣和纷扰都被她的气质所抚平。她不与世俗的繁华争艳，也不与群芳争香，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抗衡，将生活的根系深深地扎进土壤之中。4. 经常穿褶皱脏衣服的女人，多半低能。一个女人有没有很多的新衣服，其实没有关系。当衣物变得脏乱不堪，而女人却选择不洗不换，每天以蓬头垢面的形象示人时，这无疑会给人留下不良印象，让人产生反感，甚至不愿与其接近。衣着虽然是外在的展现，但它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。长期以邋遢形象示人的人，无论智商还是情商，往往都难以达到正常人的水平。邋遢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，更是一种对自我要求的放弃。真正对自己有要求的人，无论在何种环境下，都会尽力保持自身的整洁和体面。然而，有些人会以懒惰为借口，放任自己陷入邋遢的境地。但实际上，懒惰并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形象管理的理由。一个人对自身的要求和追求，应该超越外在的形象，更应该是对内在精神世界的不断提升。当我们看到那些总是保持精致大方的女人时，我们不禁会感叹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身的尊重。这样的女人不仅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喜爱，更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。住在乡下的朋友小荣总是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，有些人对她说，在这个地方没有多少帅气的青年，不需要如此费尽心思去打扮自己。然而小荣却有自己的坚持和看法。她认为作为女人，无论身处何地，都应该时刻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，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高中毕业后，小荣辍学了，留在了家乡。家人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担忧，担心她找不到一份好工作。小荣的母亲甚至特地拜托我，让我在城里帮忙给小荣找一份合适的职位。然而，就在我计划为小荣寻找工作时，她却意外地通过朋友的介绍，结识了一位在一线城市做生意的大老板。两人相识相知，最终结婚了。结婚后，小荣协助丈夫打理商店，凭借她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红红火火。后来听朋友聊起，原来这一切的缘分都始于村里的小郭。小郭觉得小荣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还懂得如何打扮自己，看起来非常与他的一个兄弟相配。于是小郭便牵线搭桥，让两人相识。注重打扮的女人不仅外表美丽，还懂得如何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正是因为小荣的这种态度，让她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好运，走出了农村，嫁给了一个对她好又会赚钱的老公。会穿着打扮的女人不仅仅是漂亮的，更是努力的，她们往往会拥有更多的幸运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摒弃邋遢的生活习惯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形象管理能力。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我们都应该保持整洁和体面，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荒凉中绽放出繁华的风景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赢得他人的尊重和喜爱，创造更加精彩的人生。5. 经常穿个性衣服的人多半真实。香奈儿在巴勒松的庄园里生活的那段时间，在学习骑术，与那些穿着繁琐、带着累赘的贵妇们不同。香奈儿在马场上的装扮总是那么与众不同。
她摒弃了传统的长裙和软边帽，选择了更为实用和舒适的装扮，下身穿着类似马夫样式的裤子，不仅方便她骑马时的动作，更显得她身姿挺拔。上身则是一件简洁的高领衬衫，配上一条领带，既体现了她的干练气质，又展现了她的独特品味。她的头发被高高扎起，编成干练的发辫，搭配着她自己设计的样式简单的帽子，整体看上去既整洁又利索，又美又飒。在马场里，香奈儿仿佛化身为一位英勇的骑士，她纵横驰骋，身姿矫健，每一次的跳跃和奔腾都显得那么骄傲和自信。香奈儿说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可以穿不起香奈儿，你也可以没有多少衣服可供选择，但永远记得别忘记最重要的一件衣服。这件衣服叫做自我，它无畏于世俗的束缚，穿别人不敢穿的衣服，追求那些他人望而却步的梦想。它不受外界眼光的左右，只听从内心的呼唤，活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精彩。因此，虽然伯爵夫人在那个时代层出不穷，但香奈儿却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传奇。相反，那些总是活在他人目光下，选择衣物时只考虑他人看法，忽视自己内心感受的人，往往会在迷失中失去自我。他们难以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，因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他人的质疑，也没有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。然而，那些敢于直面他人怀疑的目光，勇于追求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人，往往能够活出真正的自我。6. 经常穿奢华衣服的人多半心穷。财富并非等同于真正的富裕，而外在的华丽衣服也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高贵气质。外表的美与内心的美，实际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。当我们透过外在的表象去探寻一个人的内心时，便会发现那些过于追求面子的人，其实是在承受不必要的痛苦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当一个人过度追求奢侈的装扮时，可能会耗尽金钱，给家庭带来痛苦，甚至导致人生的衰败。在唐朝的一个时期，唐中宗李显因种种原因被废黜，从繁华的宫廷被贬至偏远的均州，后又迁至房陵。在这陌生的地方，他过上了与往昔截然不同的生活。尽管身为皇家血脉，却也不得不面对生活的艰辛。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李显的妻子韦氏即将迎来一个新的生命。然而，家中并无余钱为即将到来的新生儿准备充足的衣物。在女儿出生的那一刻，李显毅然脱下自己的外衣，用这件衣物包裹住了她。因此，这个小女孩被命名为李果儿。几年后，李显意外地再次登上了皇位，他的生活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，他封李果儿为安乐公主，并对她的任何要求都尽量满足。安乐公主深受父亲宠爱，她开始追求奢华与美丽。她命令工匠们收集了百种鸟的羽毛，制成了一件华丽的裙子。每当她穿着这件裙子在宫中走动时，都会引来众人的羡慕与赞叹。她甚至将这件裙子送给了母亲韦氏，以表达她对母亲的孝心。一时间，安乐公主的奢华与美丽成为了整个宫廷的谈资，人们纷纷模仿她的穿着与打扮，奢靡之风在宫廷中愈演愈烈。然而，这种过度的奢华与浪费也引起了朝臣和百姓的不满。他们认为这种风气会腐蚀国家的根基，导致国家的衰落。在众人的不满声中，唐玄宗被推举出来取代了李显的皇位。安乐公主因失去父亲的庇护而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与地位，她的那些精美的衣物也被付之一炬。一个女人在乎自己的打扮，而不在乎修炼自己，那就是徒有其表，就像一只乌鸦插上了孔雀的羽毛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。迟早有一天，孔雀毛掉光了，本来的面目就露出来了，人人讨厌。
晚清大臣曾国藩说过，家败于奢，人败于义。内心穷困的人眼里只有金子，心中只有花钱的方式，从打扮上赢过别人，但最后肯定是输了。7. 改变命运，也可以从改变着装开始。有句谚语，指引我们如何过日子，出门走路看风向，穿衣吃饭量家当。对于衣物是否适合自己，关键在于是否量身定做，量体裁衣。那么衣物是否能带来财富与尊贵呢？其实这需要女人学会根据环境和生活条件来合理选择和消费，即因地制宜，量入而出。聪明的女人会依据家庭的实际情况，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穿着方式，这样不仅能保持自己的尊贵，更能为家庭带来福气和财富，帮助家庭从困顿走向富裕。家庭的转变实际上也是女人命运转变的写照，两者相互影响，互为因果。同样，夫妻关系的和谐与否也与衣物的选择和穿着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古代4大丑女之一的孟光出嫁前不准备金银珠宝与华丽罗缎，而是亲自动手制作了简朴的布衣、麻鞋以及实用的箩筐和织布工具。她选择了一个与她心灵相通的伴侣，虽为才子却家境贫寒的梁鸿，并决定与他一同以农耕为生。一日，梁鸿望着孟光身上的绸缎衣裳与脸上的胭脂粉，感慨道：我们这样的日子，你怎能如此打扮？孟光听后笑着回应：我之所以如此装扮，实则是为了试探夫君的志向。自那日起，两人便隐居起来，共同耕作，生活虽简朴，却充满甜蜜。他们的故事被后人传颂，留下了举案齐眉这一佳话，象征着夫妻间相互尊重、和谐共处的典范。穿衣的风格既可以华丽耀眼，亦能朴素淡雅，而命运的轨迹同样能由贫困到富饶。这两者之间既相辅相成，又时常形成悖论，我们需清晰分辨，不可混淆。一件衣物或许并不昂贵，但累积起来，那不断添置的衣物却可能耗尽一生的积蓄，甚至让人背负沉重的债务。若已身负债务，却仍过度追求打扮，那便真的成了一场笑话。老舍先生曾说，真正美丽的人是不多施脂粉，也不乱穿衣服。做人应注重内在的修养与美丽，即使身处困境，只要心怀骨气，亦能散发出富贵的气质。愿我们都能明确自己的定位，摒弃那些贫困的习惯，不必与他人攀比吃穿，以免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负担。只需保持简约大方的打扮，干净整洁，便能不掩内心的光芒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